AI 存储三波浪潮 ，HBM 涨完 ，NAND 涨完，现在轮到全闪存了。错过前2波的37倍和180%，第3波的10倍机会，你还要再错过吗？看完这个视频，你会彻底搞清楚 AI 存储产业链的完整逻辑，明白为什么全闪存架构才是 AI 真正的瓶颈所在。看懂 Everpure 这家公司从硬件销售商向技能、数标准制定者转型的核心逻辑，知道它的估值天花板到底在哪里。最后，我还会给你具体的操作区间和风险控制方案，帮你避免追高被套，同时不错过这波可能是今年最大的投资机会。你是已经在 AI 存储里赚到钱了，还是一直在观望不敢上车？请在评论区打出你的实际情况，我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，遇到大家关心的问题会专门做视频解答。如果你觉得我把这个复杂的逻辑讲清楚了，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，收藏起来慢慢看，不然等你想找的时候可能就找不到了。过去1年，整个 AI 板块最疯狂的不是英伟达，而是存储板块。你去翻一下 K 线就知道，美光从最低的42美元一路涨到了最高的1562美元，整整翻了37倍。闪迪更夸张，从底部起来涨了接近40倍，就连一直被大家看不起的西部数据也涨了180%。很多人到现在都没反应过来，为什么这些看起来很传统的存储公司涨得比 AI 芯片公司还要猛？但你猜最奇怪的是什么？就在整个存储板块都在疯狂上涨的时候，有一家公司却一直被市场忽略了。它是企业级全闪存存储的绝对领导者，客户包括 Meta、微软、英伟达、亚马逊这些所有你能想到的科技巨头。它的技术比竞争对手领先至少1代，而且正在经历一场足以颠覆整个行业的商业模式转型。但直到今天，它的估值还停留在传统硬件公司的水平，这就很有意思了。所有人都在找英伟达之外的下一个10倍股，所有人都在说 AI 基建还有机会，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家公司，很多人甚至连它的名字都没听过。我研究了很久，发现这其实是市场的一个巨大认知差，大家都把 AI 的瓶颈当成了算力，当成了 HBM， 但真正限制 AI 发展的早就不是这些了。你先别急着反驳我，我们先把 AI 这个东西拆解开，用一个你能听懂的比喻来说明。如果把一个大语言模型比作一个超级工厂，那 GPU 就是工厂里的生产线，生产线越快，生产效率就越高。HBM 就是生产线旁边的操作台，工人需要把原材料放在操作台上才能进行加工。那你想想，一个工厂要想高效运转，光有快的生产线和大的操作台够吗？当然不够，你还需要一个高效的仓库。你需要把原材料快速运到操作台，把生产好的成品快速运出去。如果仓库的效率跟不上，生产线再快也没用，工人只能坐在那里等原材料，生产线只能空转。现在的 AI 就面临着 exactly 这个问题。GPU 的速度越来越快， HBM 的容量越来越大，但数据的存储和传输速度已经远远跟不上了。你知道现在一个大模型训练一次需要处理多少数据吗？是 PB 级别的。1PB 等于1024TB，等于1048576GB。这么多的数据要在 GPU 和存储之间来回传输，用传统的硬盘或者普通的 SSD 根本就做不到。传统的硬盘也就是 HDD， 读写速度大概是每秒100MB 左右，普通的 SSD 读写速度大概是每秒500MB 左右。你觉得这个速度很快吗？但对于 AI 训练来说，这个速度就像蜗牛爬一样。更麻烦的是功耗问题。一个传统的硬盘功耗大概是10瓦左右，一个普通的 SSD 功耗大概是5瓦左右。听起来不多，但如果是一个数据中心里面有几十万个硬盘，那总功耗就是一个天文数字。而且这些硬盘产生的热量还需要额外的空调来散热，这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。Meta 做过一个测算，在他们的数据中心里，存储系统的功耗已经占到了总功耗的40%以上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说 Meta 花在存储上的电费比花在 GPU 上的电费还要多。这还不是最离谱的，传统的存储架构是把硬件和软件分开的，硬件厂商卖硬盘，软件厂商卖存储管理软件，这样一来整个系统的效率就非常低。因为软件不是为硬件专门优化的，硬件也不是为软件专门设计的，中间有大量的性能损耗。很多人到这里都看错了，他们以为 AI 存储就是买更多的硬盘，买更大的 HBM， 但真正的解决方案是彻底重构整个存储架构，用全闪存架构取代传统的硬盘和混合存储架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 AI 投资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存储领域的最后一环，企业级全闪存存储。而这个领域的绝对领导者就是 Everpure， 也就是原来的 Pure Storage。你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，但你一定用过它的服务。
你在 Instagram 上刷的每一张照片，在 Facebook 上看的每一个视频，在 WhatsApp 上发的每一条消息，背后都有 Everpure 的存储系统在支撑。Meta 现在90%以上的新数据都是存在 Everpure 的全闪存系统里的。为什么是 Everpure？ 为什么不是戴尔？不是 IBM， 不是惠普这些传统的存储巨头？因为 Everpure 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只做一件事儿，全闪存存储。它没有传统硬盘业务的包袱，不需要考虑如何保护自己的旧业务，它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全闪存技术的研发中。而那些传统的存储巨头，他们的主要收入还是来自于传统硬盘，如果他们大力推广全闪存，就等于自己革自己的命。所以他们一直都在犹豫，一直都在拖后腿，这就给了 Everpure 一个绝佳的机会。Everpure 最核心的技术叫做 Direct Flash， 这个技术说起来很复杂，但翻译成人话就是它把软件和硬件完全垂直整合在了一起。他自己设计存储控制器，自己写存储管理软件，然后直接和 NAND 闪存厂商合作，定制专门的闪存芯片。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效率比传统的存储系统高出了整整4倍。同样的容量 ，Everpure 的系统占用的空间只有传统系统的1/4，功耗只有传统系统的1/4，性能却是传统系统的4倍。我给你算一笔账，你就明白了。假设你要建一个能存储 EPB 数据的存储系统，用传统的混合存储架构，你需要大概10个机架，功耗大概是50千瓦，每年的电费大概是40万美元。而用 Everpure 的全闪存系统，你只需要2个机架，功耗大概是12千瓦，每年的电费大概是10万美元。这还只是硬件和电费的成本，你还要考虑运维成本、散热成本、空间成本，把所有这些加起来。Everpure 的系统总拥有成本，也就是 TCO， 比传统系统低了90%。对于 Meta、微软、亚马逊这些每年要建几十个新数据中心的公司来说，这不是一个小数目，这是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成本节约。但你先记住这个点，后面它会突然变得很关键。Everpure 的优势从来都不只是技术领先，它真正厉害的地方是它正在进行的一场商业模式革命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市场都把 Everpure 当成一家硬件公司，和戴尔、DM、惠普没什么区别，就是卖存储设备的一锤子买卖。所以市场给它的估值一直都是硬件公司的估值，大概20倍左右的 PE。但现在 Everpure 已经不是一家硬件公司了，它正在变成一家软件公司，一家技术授权公司，一家 SaaS 公司。这才是整个故事最核心的部分，也是市场最大的认知差所在。Everpure 现在的商业模式叫做 Evergreen 订阅体系，简单来说就是客户不再一次性购买存储设备，而是按年订阅服务。客户付一笔年费， Everpure 就负责提供所有的存储硬件、软件升级、维护、技术支持，而且每隔3年 Everpure 会免费给客户更换最新的硬件。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？对于客户来说，他们不用再一次性投入巨额的资金购买硬件，不用再担心硬件过时，不用再自己维护存储系统，他们只需要按使用量付费，就可以永远使用最新的技术。对于 Everpure 来说，这意味着它把原来不稳定的一次性的硬件收入变成了稳定的、可预测的 recurring 的订阅收入，而且客户的留存率非常高，几乎是100%。因为一旦客户用了 Everpure 的系统，就很难再切换到其他厂商的系统，切换成本太高了。这还不是最厉害的，最厉害的是 Everpure 已经开始卖技术授权了。去年 Everpure 和 Meta 签了一份价值10亿美元的 IP 授权协议， Meta 获得了 Everpure 的 Direct Flash 技术的授权，可以自己生产存储系统。作为回报， Meta 要向 Everpure 支付一笔巨额的授权费，而且以后每生产一台存储设备还要给 Everpure 分成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 Everpure 已经不再是一个设备供应商了，它变成了一个技术标准的制定者，就像 ARM 一样。 ARM 不生产芯片，它只卖芯片设计的 IP 授权。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手机芯片都是基于 ARM 的架构设计的，每卖出一颗手机芯片， ARM 都能拿到一笔授权费。所以市场给 ARM 的估值是80倍左右的 PE。现在 Everpure 正在走 ARM 的路，它把自己的技术授权给 Meta， 以后还可能授权给微软、亚马逊、谷歌。每一个数据中心只要用了它的技术，它就能拿到钱。它不需要再自己生产硬件，不需要再承担供应链的风险，不需要再和竞争对手打价格战，它只需要躺着收授权费就行了。这就是估值重构的核心逻辑。原来市场把它当成卖硬件的，给20倍 PE。
现在它变成了卖 IP 的、卖标准的，那它的估值就应该向 ARM 看齐，也就是50到80倍 PE。你算一下这个空间有多大？如果 PE 从20倍涨到80倍，光是估值提升就有4倍的空间，再加上业绩的增长，那就是10倍的空间。很多人会说这只是你的想象，凭什么说 Everpure 能做到？凭什么说市场会给它这么高的估值？那我给你看一个硬数据。Everpure 现在的剩余履约义务，也就是 RPO 已经达到了37亿美元。什么是 RPO？ 简单来说就是客户已经签了合同还没付的钱，相当于提前锁定了未来几年的收入。这个数据越好看，说明公司的业绩确定性越高。37亿美元的 RPO 意味着 Everpure 未来3年的收入已经基本锁定了，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30%以上的速度增长。这还不包括和 Meta 的 IP 授权收入，那10亿美元的授权费会在未来几年逐步确认，而且以后还有持续的分成收入。你再看看它的客户名单 ，Meta、微软、英伟达、亚马逊、谷歌、苹果、特斯拉，几乎所有的科技巨头都是它的客户，而且这些客户的支出还在快速增长，因为 AI 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存储。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说过，未来10年 AI 基础设施的投资会达到10万亿美元。其中存储的占比会超过30%，也就是3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。而 Everpure 作为企业级全闪存存储的领导者，它能分到的蛋糕是非常大的。这里如果你没注意，后面就很容易被带偏。很多人担心美光、西部数据这些 NAND 闪存厂商会不会自己做全闪存存储和 Everpure 竞争，其实根本不会，反而他们是 Everpure 最好的合作伙伴。因为 Everpure 不生产 NAND 闪存，它需要从美光、西部数据、三星这些厂商那里采购闪存芯片。Everpure 的业务越好，他们的闪存芯片卖的就越多，所以他们不仅不会和 Everpure 竞争，反而会全力支持 Everpure。而且 Everpure 的核心竞争力是软件、是架构、是 IP。这些东西不是闪存厂商能轻易复制的，闪存厂商的优势是生产制造，不是软件设计。他们自己做出来的存储系统效率根本比不上 Everpure。同样的，英伟达也不会和 Everpure 竞争。英伟达的核心是 GPU， 它需要和最好的存储系统配合，才能发挥出 GPU 的最大性能。所以英伟达和 Everpure 是深度合作的关系。英伟达的 DGX 系统就是和 Everpure 的存储系统做了专门的优化。所以你看，Everpure 不是整个产业链的竞争者，而是整个产业链的赋能者。所有的公司都需要它的技术，所有的公司都希望它做得更好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位置。当然，没有任何投资是没有风险的 ，Everpure 也有它的风险。第一个风险就是商业模式转型的风险。虽然 Everpure 的订阅收入增长很快，但现在硬件收入还是占了大部分。如果转型不顺利，或者客户接受度不高，那估值重构的逻辑就不成立了。第二个风险就是竞争的风险。虽然现在 Everpure 领先，但传统的存储巨头也在慢慢转向全闪存，戴尔、IBM、惠普都在加大对全闪存的投入。如果他们追上来了， Everpure 的市场份额就会受到影响。第三个风险就是 AI 需求不及预期的风险。如果 AI 的发展速度放慢，企业对存储的需求就会下降，那 Everpure 的业绩增长就会受到影响。第四个风险就是估值过高的风险。虽然现在 Everpure 的估值还不算高，但如果股价涨得太快，提前透支了未来的业绩，那也会有回调的风险。所以投资 Everpure 不是闭着眼睛买就行了，你需要有明确的操作策略，有严格的风险控制。我自己的操作策略是这样的，你可以参考，但不要照搬。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不一样。首先，观察仓的位置是80美元左右。如果股价跌到80美元以下，可以先建一个小的观察仓，大概占你总仓位的5%到10%。这样，如果股价继续上涨，你不会完全踏空。然后，黄金建仓区是69到70美元左右。如果股价跌到这个区间，可以把仓位加到20%到30%。这个位置的安全边际比较高，即使后面还有下跌，空间也不会太大。最后，硬止损线是65美元。如果股价跌破65美元，不管什么原因，都要果断止损，因为这说明市场的逻辑发生了变化，或者有我们不知道的利空消息。止损是为了保护你的本金，避免大亏。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止损线是65美元？因为65美元是 Everpure 过去1年的重要支撑位。如果这个支撑位被跌破，说明空头力量非常强，股价很可能会继续下跌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的操作策略。
你需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、自己的投资周期来制定适合自己的操作策略。我还要提醒你一句，投资不是赌博，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在一只股票上，一定要分散投资，控制仓位，永远不要用你输不起的钱来投资。讲到这里，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开始重新思考 AI 投资的逻辑了，那就顺手点个赞，说明你已经抓到重点了。订阅我的频道，后面我还会继续拆解那些被市场忽略的优质标的，帮你在投资路上少走弯路。其实投资这件事儿说难也难，说简单也简单，难的是你要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简单的是只要你能比市场早一步看到真相，你就能赚到钱。1年前所有人都在说英伟达太贵了，说 AI 是泡沫，但那些敢于在那个时候买入英伟达的人现在都赚翻了。半年前所有人都在说美光不行了，说存储行业产能过剩，但那些敢于在那个时候买入美光的人现在也赚翻了。现在所有人都在说 HBM 是 AI 的未来，都在抢 HBM 相关的股票，但 HBM 已经涨了很多了，估值已经很高了，而全闪存存储这个 AI 真正的瓶颈，这个存储板块的最后一棒还几乎没有人注意到。这就是市场的规律，机会永远属于那些有准备的人，属于那些能够独立思考的人，属于那些敢于在别人都不看好的时候买入的人。当然，我不是让你现在就冲进去买，我是让你把这个公司加入你的自选股，好好研究一下，跟踪一下它的业绩，跟踪一下它的商业模式转型进度。等它跌到你认为合适的价格的时候，再果断出手。投资是一场长跑，不是短跑，不要想着一夜暴富，要耐心等待。等待市场给你好的价格，等待市场的认知差慢慢修复。很多人之所以赚不到钱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，而是因为他们太着急了。他们总是想追热点，总是想赚快钱，结果总是追高被套，割肉离场。真正的价值投资是找到一家好公司，然后在它被市场低估的时候买入，然后耐心持有，等待市场发现它的价值。Everpure 就是这样一家公司。它有领先的技术，有优质的客户，有清晰的商业模式转型路径，有确定的业绩增长。但现在它还被市场当成一家普通的硬件公司，被严重低估了。当然，我不能保证它一定会涨10倍，没有人能保证任何一只股票一定会涨多少。但我可以说，在现在的 AI 板块里，它是少数几个还有很大上涨空间，而且安全边际比较高的标的之一。最后，我想问问大家，你觉得 AI 板块还有哪些被低估的基建股？你更看好存储板块的哪个细分领域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我们一起讨论。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以后的视频了。我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最深度的投资分析，最实用的投资策略。最后提醒大家，本视频所有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投资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。任何投资决策都请你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，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。